爆炸物应该是黑火药，看这个房屋的毁损情况，量不大，但是我在现场发现了使用助燃剂的痕迹，但具体成分得拿回去让子午也检验一下。有助燃剂，那就能确定是案件了。爆炸物是怎么被引爆的？目前还不清楚，因为现在能提取到检材只有一个被炸烂的手机、一些玻璃和塑料的碎片。手机有没有可能是起爆装置啊？点燃黑火药需要明火。目前手机主板上没有发现短路的痕迹，也不像外连的什么设备。你等我回去再研究研究。你先走吧，我再逛逛啊。叶哥，据房东说，这个房子的承租人叫高亮，那个女的呢是他女朋友，但他们俩不住在一起，隔三差五的呢会过来看看他。房东还反映说，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但是具体是什么工作他也不清楚。房东手里没有高亮的身份信息。他这个房子的手续本来就不正规，既没有通过中介，也没有签订这个房屋合同，反正呢就是给钱就行。然后房东这个房租也不贵，门口的监控早就坏了。房东嫌贵，也就没有去修它。据房东反映啊，高亮这个人呢出手比较大方，每个月的房租呢都没有拖欠过，从来都是按时交付的，而且他每次用的都是现金。他这个人呢比较安静，没有什么事儿，就连他女朋友来找他，他们俩也都是一声不吭的待在屋里。安排房东看一下能找到的监控，确认高亮的相貌特征。好。经房东辨认，这个人就是高亮。不过这个公共监控啊，它像素有限，这是目前咱们能得到最清晰的照片了。不是，就没有不戴墨镜的吗？据房东回忆说，他在室内戴，好像是有什么毛病需要避光。放屁！这是房东说的话吗？你继续说。哎，那也就是说，房东也不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现场使用的助燃剂是汽油，因为爆炸起火，指纹、DNA 等证据基本上没有发现。这两个人的反侦查意识太强，纵火就是为了销毁证据。那个金属钠的来源查到了吗？正在排查全市的化学试剂供应商，但嫌疑人也有可能是通过各级学校、实验室获得，范围太大，难度不小。那个爆炸中的火药呢？现场发现了一些纸屑，初步判断是本市售卖的烟花爆竹。虽然市区范围内禁止燃放，但是郊区并不在这个考虑范畴。这会儿还忙吗？吃饭了吗？不忙，这会儿没什么人了。你还加班呢？加着呢。静儿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叫刘晓峰的？记得呀。怎么了？哦，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那天我还碰见他了呢。啊？什么时候？什么地方啊？你给我仔细说说。哎呦，谢谢啊。阿姨，我对不起。是你啊。没事儿，你下次别这样了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啊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就这样，后来他转身就走了。怎么了？什么？徐局，小叶，你给我来一下，你们继续吧，走。继续围绕死者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，扩大走访范围。是。首先呢，要感谢咱们市局的同志们，在这段时间你们工作辛苦了。接下来呢，我希望你们要制定周密的行动方案，加大侦办力度，铲除云溪市的毒品危害，彻底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。
近日，我省公安机关成功摧毁了以暴黑为首的重大犯罪团伙，这是我们精准打击犯罪、维护社会安全的重大胜利。此次行动中，警方巧妙布控，成功抓获计划来本市与暴黑团伙交易的火哥、丹青、六爪、疯子4名毒贩，并由缉毒警察装扮成4人与暴黑团伙继续交易取证，最终成功收网。然而，我们痛心失去了缉毒女警陈雨墨，她的精神将被我们永远铭记。同时，对参与此次行动的全体干警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。我们将继续努力，为维护湾南省的平安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喂，师傅。走啦，秦队。哎，好的，回头可以给我打电话点餐啊。哎。哎，小叶。哎。你师傅等你好久了。好，进去吧，在那儿。来，坐。刚才骑车去了？哎，我自己来。啊，对，去了趟靶场。赶紧吃，都凉了。徐局跟我说想让你休息几天，你怎么想？我现在不想休息。就别跟我逞强了，休息几天啊，调整调整。我现在休息不合适，队里人手不够，案子也都还没破呢。我知道你心里难受。等调整好心态之后，再回来。不需要师傅，我没事。真不需要。吃吧，多吃点。
今天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，在这儿深切地悼念我们亲爱的战友、光荣牺牲的优秀共产党员陈雨墨同志。英雄已逝，浩气长存，青山忠骨，警魂永在。今天，我们在此送别亲爱的战友陈雨墨同志，同时，我们将学习陈雨墨同志不畏牺牲、拼搏奉献的精神，保护人民群众安全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行。全体都有，带头，敬礼。我曾坠入深渊，被黑暗笼罩，但却从未放弃寻找光明。少女时期的阴影，如同利刃般刻入心底，但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痛，坚定了我选择这条路。我愿深入虎穴，藏于黑暗中。我伪装着身份，游走在正义与邪恶的边界。路上布满了荆棘，但我已无所畏惧，因为我的心中有着对正义的执着与追求。在防空洞的那一刻，子弹呼啸而过，我浸染在鲜血里。在绝望时，我发现了那扇通往自由的暗门。我挣扎着爬出，在重见天日的那一刻，我深知自己不仅是为了正义而战，更是为了那些受害者的未来而战。我从不后悔踏上那条路，它让我见证了人性中的光明与黑暗，让我更加坚定了内心的信念。我深信，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，挡下风浪。当每一丝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。光明和黑暗本来就是交缠在一起的，就像这个世界一样，有阳光，也有阴影。所以，我一直都不太喜欢伦勃朗。我喜欢莫奈，永远只站在阳光底下。能一直站在阳光底下的人，一定很幸运吧。披着光，只身也勇往，穿越过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是喜欢用漂白当书签，留作纪念。这些年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图案变了，那也只是时间的问题。你说你会永远站在光明的那一面。只因总有人站在前方，挡下风浪。当先把自我遗忘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我选实的理想。就像尘埃倒影里的光，勾勒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夺目的荣光，像希望。雨墨，无论你是谁，
介意的。穿越过命运的战场，向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抬头望不灭的荣光，会照亮正义的方向。那我儿子小雨大概2、3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正忙着一个人命案，非常忙，起早贪黑的，回家都是大半夜了。我记得那一天忙到早晨4、5点钟回到家中，打开房门，女嫂子就坐在客厅正中央，直勾勾地看着大门。回来了？我说啊。吃饭了吗？啊。什么案子还是不能说？啊。离婚吧？啊。当天就把婚给离了。回到家里之后，我怎么也不相信我离婚了。不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一晃10几年过去了，有时间真应该多陪陪自己的父母，多陪陪爱你的人。我就对不起他，对他欠的太多了。师傅，我就是觉得吧，当初我没保护好他，现在也一样。她是个好姑娘，这一点能看得出来。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的，别责怪自己。有时候人啊，得学会清盘，凡事儿得往前看。师傅，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，你还会和嫂子在一起结婚吗？会的，这就是命运吧。我会好好的爱她，多陪陪她。有时候人啊，没那么忙，只是借口而已。这俩人我都没见过，小峰认不认识我也不知道。刘晓峰的朋友呢？他要是有朋友，也不至于闲得无聊去干那档子破事儿。他从小就不合群，脑子里成天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就知道跟家里上网。怪我没早点给他绑过来，
成天在网上看那些奇奇怪怪的。刘晓峰在网上干什么？您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也不让我进呢，成天关这个门。那这个女的，会不会是刘晓峰在网上认识的呀？这样的姑娘怎么能看上他？又没钱，人家图什么？刘晓峰得罪过什么人吗？不就是一帮养狗爱狗的吗？那我们该赔的钱都赔了，还想怎么样啊？没完没了了还。再怎么说，不就几只畜生吗？那有人威胁刘晓峰吗？对方身份知道吗？都是网上的人。这技术科在网吧电脑上有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指纹？毕竟是公共场所，人多杂，而且据网吧老板回忆，那女的好像特别爱干净，使用电脑前后都会自行擦拭桌椅、电脑、鼠标什么的。看来早就做好了躲避侦查的准备了。这两天网吧让开门了吗？没呢。哎，西局，今天，哦，通知技术科再去趟网吧。是。左手食指。还挺完整，看形状大小应该是个女的。可以啊，龙，还是你牛。哎，小芊芊呢？这两天没看到她。不知道啊，那天正分析案情呢，然后被徐局给叫走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呢。紫金公寓门口这条路的两边停了不少附近居民的车，这就是从一辆私家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到的。时间是案发当晚11点半，应该就是嫌疑人，但是没拍到人出来。死亡时间是0点左右。那这个人从门口上电梯，然后再到天台，这个过程怎么也得10分钟吧？这么短的时间能完成杀人过程吗？这可不止啊！公寓里的电梯完全没有拍到他上下楼的画面，说明他是走没有监控的防火通道。这么高的楼层，这速度、这体力，一般人肯定做不到。那刘晓峰呢？监控也没拍到他，他也是爬楼梯上去的。应该是吧。这刘晓峰啊，之前干过缺德事儿，说不定这会儿啊还在这打坏主意呢。不会吧？据老曹说，刘晓峰认错态度挺诚恳的。前几天你嫂子还在菜市场碰见他了，一个劲儿道歉，弄得你嫂子挺不好意思的。人不可貌相。根据刘晓峰的支付记录，最近他频繁出入这家运动俱乐部。师傅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这罗晓峰啊，一看就不像爱运动，所以他的这个行为很反常。啊，这个人啊，确实来过几次。他是参加射箭初级班的，按次付费，完全零基础的那种。知道他为什么学射箭吗？这个我倒不清楚啊，一般呢都是兴趣爱好吧。不过这个人呢，哎，我有点印象。哎，听我们教练说啊，他总是爱打听哪儿啊可以买到那些管制的玩意儿。你们这儿还有这种东西吗？哎呦，我们是正当商家，从不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啊。不过你也知道啊，现在这年头，网络上什么没有啊？
我们有些老学员吧，就是管不住那张嘴，哎，随口这么一说，他就听进去了。这真不是我们的责任啊！以后还有什么知道的啊，都详细跟我们说说。这就是刘晓峰找人定制的一把弩，而且经常在打听这个氰化物的购买渠道。就是那个赌狗的小伙子。对。他打算干什么呀？再来一回？这回不会杀狗了，应该杀人。有证据吗？正在调查。这厨房都是锅碗瓢盆、剩饭剩菜的，你也不怕油了手？你们警察到底什么意思啊？说了我们家没有，非不信，找吧找吧。我帮你恢复。这里面里里外外都看看，不就是弄死几条狗吗？怎么就没完没了了？这鞋柜里有啥呀？都是一堆臭鞋，你也不怕臭？哎，帮忙打我这电视可给我轻点啊！我这是新买的。慢点，慢点。好了吧？没完没了了！我们小峰可是受害者啊，好不像我们犯了什么错似的。不就是弄死几条狗吗？你说这没完没了，翻来翻去的，总不能狗命比那人命还金贵吧？有发现？我去！这玩意果然好使哎！看到没有？啊，叫你们欺负了我，叫你们逼老子道歉。哼，给老子等着，有你们哭的时候。这个视频是从刘晓峰藏起来的那部手机里找到的，地点目前还在查证中。使用的弓弩，初步判断和他购买的一致。这东西要射到要害，可是能要人命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继续追查刘晓峰的社会关系和行动轨迹啊！视频上这把弩千万不能流入社会。另外还有这个高亮以及他的女朋友的身份、行踪，继续追查。明白。这刘晓峰啊，在菜市场遇见嫂子，不受人。刘晓峰的意图就是对被他毒害的所有宠物主人实施报复。你说这小子在跟踪小静啊？有这个可能。不会吧？他为什么要对所有人都报复呢？太可怕了！知人知面不知心呢，幸亏没发生什么。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证据。小伙子看着挺正常的一个样子呀。我知道，他是个单亲家庭，跟他妈妈住一块儿，是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这么大的。这要知道了，得多难过呀！老爷子，是我。刚才有人来看您来了，啊？生我气了是不是？我最近案子太多了，事儿有点忙不过来。别生气啊，我以后争取天天都过来。老爷子，您还记得那个小吴子？刚来刑警队的时候，每次出现场他都不习惯，还让我骂哭了好几次。记得吧？有一次
您还来看我，提了一袋子柿子，啊，那天我刚骂完他，在过道正哭呢，您拿出2个柿子啊，悄悄地递给他，跟他说：“姑娘，把它吃喽，这柿子甜，啊，吃完了就不哭了。”您记得了吧？啊？那天回到家，您还批评我，说您对这女孩子呀，太严厉了，对待女同志应该像春天般的温暖，您还记得吧？这小吴子呀，这些年啊，老跟我说，您家老爷子真好，大好人，比你强。还有您孙子，前几天呢，他来看我，我知道您最疼他了，他经常调皮捣蛋，您还总护着他，怕我揍他，您记得吗？老爷子，您放心，您孙子跟着他妈比跟我强。等下回我带着他来看您，啊。怎么了？啊，指甲疼了。哎呦，这是谁给您剪的呀？是不是小吴子呀？啊，你看看，剪的可比我漂亮多了。老爷子，睡吧啊，别在这挺着脖子了。啊，睡会儿啊。我呢，一会儿就得走，还得值班。啊，过2天我来看你，啊。呀，小宝贝儿，哎，你怎么又在这儿来了？嗯？怎么了？没地方去吗？哟，跑咱们这儿来了，那就是跟咱们有缘，咱们养吧。他今晚上不能带走。你不想养啊？那不得抱回家弄干净了再放店里啊？走，抱回家洗去。走，宝贝儿，跟我们回家啊。刚才吃的挺好的呀，再吃点好不？呀，再吃点。这店里添新成员了。哎呀，祖，叫什么呀？叫小卡。来吧来吧，坐外头坐外头。先坐啊，我一会儿过来。来，坐这。哎，宝贝儿，再吃点。看着你嫂子高兴，我也高兴。我请客，吃点什么？2碗馄饨。2碗呢？一会儿冷队来。得嘞。2碗馄饨，老姜。
来了，早就准备好了，来，吃着啊。一会儿走。啊。子无，你对这个刘晓峰案怎么看呀？啊，小龙说贩卖机上的指纹今天就会出结果。就这些？快吃吧。啊。齐活。真假的？哎，冷队，有个情况得跟您汇报一下，指纹对比结果出来了，跟大家通报一下，之前在网吧呀，自动贩卖机上提取的指纹啊，还没有落实身份。该枚指纹呢，在3起在侦案件中出现过。该3起案件呢，分别是程建明家中的意外死亡案、周连琴民宿疑似自缢案，以及呢温勇失踪案件。以上案件呢，均存在疑点，办案单位呢都在跟踪调查。徐局呢和市局领导沟通后决定，咱们重案队将接手以上3宗案子，并与本案串并侦查。
泉水替代泪水的重量，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，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，只因总有人赶在前方挡下风浪。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，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，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，汇聚成你的模样。抬头望，多么的荣光，像希望伸出了臂膀，披着光，只是也有望，穿越过命运的战场。